你呢？我陪叶东喝酒去了。哟，喝酒啦？小脸喝得红扑扑的。跟他喝得这么高兴，要不然你就跟了叶东得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吧，我也有特拧巴的时候。哎，你说叶东怎么那么穷啊？哎，你好像也不是大富大贵之家吧？我都看见你们家那墙角那蜘蛛网了。别提这房子了，这房子我住这么长时间，我都快住吐了。不过一想到我天生就有这个责任，我有我的使命，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梓潼，你要是讨厌这责任，我帮你，咱们放弃这个责任，好吗？其实找一个一路人一起高抬腿，挺快乐的。老回啊，哎，睡前喝杯牛奶，有利于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白小姐这2天老是跟我睡，她不跟你睡，她是不是不爱你了？谁说的？白小姐就是太爱我了，她觉得自己多看我一眼就会更爱我一些，所以她现在看都不敢看我。那你得想个办法，因为我想要个妹妹。你是希望有人可以让你欺负是吗？那你是希望别的女生欺负你的时候，你好派妹妹去揪她们头发是吗？那你为什么想要妹妹？因为我也想保护个人啊，就像白小姐保护我一样。懂事儿，好儿子，你会有妹妹的。你误解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烦恼，我不是烦恼你说的这个，我是烦恼，我一直这么努力，哎，怎么你说就没有人理解我呢？你吧，你也不理解我，天天挤得我就好像那个鸭子，我就在那个水面上吧，我就特别美丽的，就那么游着，表面上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其实底下那2个腿啊，拼命爬，拼命爬，拼命爬，我多执着，多努力啊！我都觉得我自己是正能量的化身了。我说你这么一个虚荣肤浅的人，怎么还成了正能量的化身了？听出来了，你对我就是有一种浓浓的妒忌。你是不是就觉得你最好的朋友比你更具备未来发财的可能性？我嫉妒你。对啊。亲爱的，你真的不能因为我看不惯你某个行为就说我嫉妒你。梓潼，我建议你最好把我杀人灭口。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这个花好漂亮，我喜欢。您的长寿面好喽！来，谢谢。阿姨你好，您长寿面。谢谢。阿姨您真是有福气啊，您有这么好的儿子，真是让人羡慕呀。什么眼神了？把我说的这么小。来，快吃长寿面，寿星老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个老字儿。笑什么笑？今天是你开心的日子，当然要笑了。我还要唱生日歌呢。以后这个发型也不准留，这个衣服也不准穿，这个花我也一点都不喜欢。发型不是你设计的吗？衣服是灿烂买的，多好啊！真是。妈，药都齐了，太棒了，全部都是最顶级的药材。干得好，阳光。为了爷爷的遗愿，为了灿烂不早衰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没有。英子，请。
别害怕呀，洗脚。哎呀，这哪能让相公伺候我呀？这得我服侍您洗啊！别，你看你今天又工作，你又接孩子那么辛苦，作为老公应该关心关心你，疼爱疼爱你，不许拒绝。这啥玩意儿？看着怎么跟姨妈巾泡的似的？你换个浪漫点的想法，这个是甘草灵芝祛寒补血、美容养颜补发洗脚汤。这哪儿搞来的？我上网查资料，我还泡图书馆，我还咨询老中医，才得此秘方。来，试试。舒服。可是相公，你别一天到晚就钻厨房，然后研究这些泡脚方子什么的。我不想你干这些事儿，我心疼你。厨房。这是南京路那家吗？正是。肥而不腻，鲜香弹牙，入口即化。拿走。啊？不是，娘子，这可是周大长啊，你怎么能放过他呢？哎呀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天天早上肘子，晚上猪大肠的这么摧残我，你是让我更新我的衣柜吗？衣柜算什么呀？老婆，你想想，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女人当中，谁能像你啊？嘴上吃着猪大肠，脚下泡着养颜汤的幸福生活。我跟你说，你上辈子肯定是高老庄那翠兰转世，要不然你这辈子怎么能让这么多头猪为你肝肠寸断？我的人生从此圆满了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来，一起享受。我就别吃了，我还要写代码呢。这猪大肠吃多了，脑子里容易缠绕不清。老婆你自己吃啊。你说我脑子不清？不是你脑子太清楚了，你需要这个缠绕一下。哎呀，最近裁掉80多个兵，还差1个将。我入行以来从来没裁过这种级别的人，难免有些压力嘛。老婆，你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那一天吗？我没记错，那一次应该是你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，第一次裁人，对吧？那时候你会紧张吗？你说上帝会紧张吗？上帝？对于资方来说，某些职员的存在就像是肿瘤，资方无力解决，所以我的作用就是上帝之手，咔嚓。那职员呢？被你咔嚓掉的职员呢？对于每个人来说，他的成长道路上必须要经历一次被抛弃，要不然他就不能长大，不能成熟。哎呀，行啦，哎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这肿瘤换个地方，没准是块腹肌呢。好吧，你长那么漂亮，你说什么都对。老婆，现在什么感觉？生气。生气？不应该。哎，你喝口水，你再重新感受一下。哎呀，还是生气。那徐子彤又挤兑我了，说我砸人饭碗太缺德，看我的眼神都自带道德优越感。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吧，这个女性的染色体它就比男性要长一些，所以导致女人对外界的信息的捕捉力更敏锐一些，分析力也更强一些。所以，再好的闺蜜也逃不开嫉妒。你看，要不然嫉和妒为什么都是女字旁？是不是？嫉妒？他怎么会嫉妒我呢？
他鄙视我还来不及呢。他当然嫉妒你啊！你看他嫉妒你，你有我呀，你有赵火焰啊，你有周大肠，还有泡脚汤啊，是不是？女人吧，像她这样有这个怀孕的功能，但是没有这个机会，她的这个雌激素就会分泌，然后转化成为郁闷、愤怒，进而就是嫉妒。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我们要是再能有一个小棉袄的话，她就会更嫉妒了。老婆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？我很激动，我也很激动。老婆，你慢慢激动哈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阳光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怎么连洗脚水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呢？妈，洗脚容易，洗脑难。再说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您闺女的脑回路一直都是异于常人呢。我的耐心已经到头了，如果今年没有结果的话，我就跟我闺女断绝关系。你这样给灿烂背后下套，不太好吧？哎，老白呀，你整天就要拍你的小电影，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干。哎，怎么我把事谈成了，你倒说风凉话了？每天拍这个东西，哎，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。等我们俩老了以后嘛，怎么了？敏感字儿。与其回避这个敏感字，不如坦然面对。有首歌说得好，还没如愿见证不朽，先把自己搞丢。哎呀，现在出门呢，就有人说我是你妈，那再过2年呢，我都变成你奶奶了。不管你变成什么，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女神。嘿嘿嘿嘿嘿。爸妈，我回来啦。妈，你怎么在我屋啊？你在我肚子里住了10个月，我就不能在你房间待几分钟啊？行，您愿意待5分钟、10分钟都行。今天考得怎么样？凑合。凑合。哎，你苦练了15载，你就用凑合啊来打发我啊？我要是说好，你又得说我苦练15载，就尾巴翘上天了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你说应该让你怎么样呢？怎么了？这怎么啦的？怎么今天情绪不对呀？能把自己感动的，才是真正的音乐家。孩子，加油！
筷子拔河不公平。可是我赢了，呵呵，相公去做早饭吧。好吧。火焰，我厉不厉害？你呀，再去买1000营养货，此方绝对好使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我要那个，要这个皮炎平。啊。阳光，你要天天的吃草，要给灿烂大量的吃肉，你才能得到小棉袄啊！这是早饭？啊？你确定没给错人？没有啊。我作为一个程序员，此生的命运就是坐在电脑桌前码程序，所以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、思路清晰。这些蔬菜足够。你赵火焰，少年儿童，未来的芭蕾舞首席，你在考虑摄入营养的同时，要注意控制卡路里的摄入。你白灿烂，杀手 HR， 脑子要灵，腿脚要快，同时要保持时刻的血性和兽性。所以你吃肘子，同时还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哦。好嘞。吃啊！哎，这是什么调料啊？这是何首乌啊，为了让你长发及腰，且依然美丽。你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我肠胃有点不太舒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东坡肘子没有翅膀，就可以带你到处飞翔。赵火焰！赵火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抢女人的吃的，成何体统？不是你干嘛这么对他呀？啊？你有什么不满意吗？没啊。啊，那吃这肘子会怀孕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嘛。火焰，吃吧，没事儿，吃这肘子不会怀孕的。爸爸，你也是。对呀，别什么好吃的光紧着我们娘俩吃，你也吃着，来补补。给，好吃吧？真好吃呀！怎么样？吐出来没？啊？吐完了没？吐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擦擦嘴，擦擦嘴。爸爸，他辛辛苦苦做的多浪费呀！你就别为我那个操心了啊！你以后要吃什么，你跟爸爸说，我给你买啊。但是，我给白小姐做的东西你也不能吃，记住了啊！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是你爸呀。一定要听爸爸的吗？爸爸一定比儿子厉害吗？当然了。电灯是谁发明的？爱迪生。那爱迪生的爸爸为什么没发明电灯呢？你老想给白小姐发明个妹妹出来。
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我傻吗？你是不是还想被拎起来吐？如果你是为了我，就不用再生孩子了。白小姐也觉得没什么必要。她说将来跟我作伴的是我未来的太太，不是弟弟和妹妹。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白小姐不要，我就不要。致暴躁程序员，闻一之时，见微知著，亲见移阶助理都恪尽职守，长算远略，故知暴躁程序员绝非池中之物，前途似海。产品定金一会，望合作愉快。六，待问招丧好啊！祝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于总咋还念诗了呢？这什么意思呀？傻呀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大老板要带着咱们一起上天，一起飞。这个好，听见没有？定金已汇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发一些福利。干嘛呀？人人有份儿，但是呢，赵青的功劳最大。赵青，你往前，你快点往前站，你别人退后往后退呀，赶紧的，把好的机会要留给赵青，知道吗？啊，赵青，准备好了？啊，1、2、赵青，10块钱，赵青，你说你买彩票那么多年，一次都没中过，你说抢红包还是全公司最少的，你是不是妥妥的衰人体质？没关系，这算什么呀，是吧？这1800的都不是事儿。哥们儿，给你一个 big surprise。别装了，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啊？是不是？想知道我也不告诉你，不过没几天你就自己会知道的。你放心，在你小棉袄出生之时，就是我们公司上市之日。万总是公司的市场开拓者，给公司创造过上亿的价值，但是他个人作风不太严谨，会跟女职员搞一些暧昧的关系，造成比较恶劣的影响，这是你们给我解聘他的原因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他的个人作风问题不是解聘他的真正原因，而是他不把你们放在眼里，常年掌控产品部、销售部等核心部门，年薪高达100万。一定程度上来讲，万总的存在让各位很不爽，阻碍了各位的发展，这个才是你们要解聘他的真正原因。今天下午，我跟我的同事们模拟了辞退他时有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。夺走我的工作，就等于夺走我的生命。我一辈子为公司卖命。你谁啊？你什么公司啊？凭什么辞退我？你有资格吗？我这10年我从来都没请过假。要说您对公司的贡献，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。您现在应该知道，把工作当成自己的全部，公司当成家不靠谱。你现在应该为自己而活。你也觉得我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？只要你把这个文件签了，那以后的生活就剩面朝大海跟春暖花开了。公司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错误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而且你刚才提到了看海，这个是我的请假条和加薪申请，麻烦你交给老板。这是上个季度的业绩总结，你的管理方法落伍，导致公司的业绩下滑，公司这块不能坐视不管。我已经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，而且我在努力的改正。我给自己报了一个周末的90后登山小组织，虽然我崴了1次脚，扭了2次腰，可是我已经知道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了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被解雇不一定是什么坏事，
只要你时刻提升自己，历练能力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U 盘，那么无论插到什么电脑上，立刻就能高效工作。一个知道公司要辞退他的员工，30分钟之内就可以拷走8G U 盘的资料。有的方案，几个数据就代表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而有的机密，甚至是客户资料，一旦泄露，会让公司声誉扫地。我这么跟你们说，不是教你们人之初性本恶，而是提醒你们，此时的主动权不在 HR。而在客户，那么你们如何能反败为胜呢？那你准备怎么做？这个人本身经营职场10几年，我猜他已经收到了风声，一边打听我，一边等着我。解聘这样的人，给钱是不行的，因为他在乎的根本不是钱，而是他的骄傲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。理解。我们也相信白总监的能力，可是我们公司马上要召开股东会，希望你在股东会前1个月能把这件事情搞定。可以，是人就有弱点，是职场的人就有贪婪。进。白老师，您辛苦了，喝点咖啡吧，能帮助你缓解疲劳的。您真有品味，咖啡加优贝鲜奶，口感更加顺滑浓郁。你叫？哦，我叫张淼，河北人，大学毕业3年了，上个月刚来魔都，这是我的第1份工作，请您多多指教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张淼。对，弓长张，3个水的淼。我奶奶说我米里缺水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白灿烂，您一定是米里缺火吧？有可能啊，所以我有个叫火焰的儿子，有个叫阳光的丈夫。哇，那个应该就是火焰小朋友吧？和您长得真像。是吗？我是后妈。我跟白老师您一样，都特别喜欢孩子，不管是不是自己的。那你入错行了，进了这行哪有时间喜欢孩子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无闲的行业呀，所有人被风险、机会、挑战刺激的跟疯了似的，时时刻刻准备上阵杀敌。就这还有时间喜欢孩子呢？未来总会有时间的吧？未来？你想知道你未来的前景吗？半年之后，你的这几块小腹肌就会变成大肚腩，发际线会越来越高，跟人说话会越来越简短，工作日记越来越满。7、8年之后吧，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被婚姻跟孩子所累，你的薪酬肯定会成倍的超过我。周末你可以去打打高尔夫，挥杆的那一刻你会有一种指点江山的错觉，或者你也可以去泡泡吧，有无数美女盯着你手上的限量名表冲你放电，或者什么都不干，待在你的大 house 里面，听一听黑胶富有质感的声音，开一瓶好年份的红酒，那个醇厚的香气提醒你，你终于成功了。总之，当你决定投入的在这个物质社会摸爬滚打以后，有一天，你想一个人去看电影，你坐在角落里，抱着一份单人份的爆米花，不知道是被故事感动了还是激励了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时候，你已经找不到一个人倾诉了。哎，考官没给你过吧？没给你过正常，别难过啊。你拉的这么没有情感，就像一具死尸一样，再有模有样也没法打动人心。我也挺佩服那些考官的，那么厉害。听完了，我要是他们，听一小节就喊卡了。你有病吧？你有药啊？我还真有，特别适合你。我说小姐。骂谁呢？大姐。我有那么老吗？少女，
你不要扯开话题。你说你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做这个？你这是破坏社会和谐，影响国家安定。你知不知道每一位干爹的背后都有一颗破碎的女人的心？你长那么好看，解决一下大龄单身男青年的问题不行吗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你是不是每一次看到我从豪车上下来就浑身发痒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典型的神经性心理疾病。我这药啊，就专治你这种拿有色眼镜看我们少女的。你以后不要再对我的事情指指点点，再犯病哪儿痒涂哪儿。你实在闲得无聊，去数那棵树上有多少个叶子，后面有多少块玻璃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白教练，我还差1个小时，我今天必须把这倒车给学会。明天我还要去机场见我老板呢。如果我学不会啊，我可不给你学费啊。开车。好嘞。白教练，前面路过酒馆就到了，谢谢你送我过来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那个万总，我托人找了一些他的资料，研究了半天，我发现我还是没有思路。但是通常以我的经验，越是这种无从下手的人，最后越是容易一招制敌。这什么？啊，平时工作太严肃了，都不会真笑了，需要强制扭转一下。你是不是一直因为工作不想要孩子？啊？我哪里做的让您觉得我需要您关心这个呀？铁了心不要孩子，所以在老公面前要做一个超标准的妻子，对吗？这因果关系不对啊！哎，您说这个干嘛呀？我不大习惯跟您说这个。还经常拿工作当借口，说生孩子会影响事业。哎，是不是我老公找过你啊？哎，那倒没有，猜也猜出来了。我就想跟你说啊，生孩子确实会影响事业。你看看。不过呢，该生还得生，因为我相信，就算你当了妈，照样下了句狠手。没准儿还能更狠哈。白小姐，你的指甲油掉了一块。不管了。白小姐，你有心事就跟我说吧。你们女人是我不懂，但是我可以不懂装懂啊。还不是生孩子的事儿。不是你爸跟着了魔似的。说你太爷也是，你遗嘱是让我生什么重孙子？你说这事儿怎么弄？我给你算一下啊，一共大米200斤乘以3块8，黑米40斤乘以7块6，红豆8斤乘以6块2，绿豆5斤乘以12，还有莲子2斤，花生米1斤半，枸杞半斤，一共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，你们家都是神经病啊！啊，祖传的间歇性青春时交叉感染型人格分裂症，总共1962块8。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你怎么算的？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冰糖、莲子、枸杞、红枣、薏米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过来。你没混薏米啊？我想给你做八宝粥，没薏米做不了啊。相公，其实我今天去超市插大米，我是因为……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杨子，你不要生了，我不要你生了。你看。你要再不开心，你非把超市点了不可，那我可赔不起。到时候可就不是喝八宝粥这么养生的事儿了。
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就这么放弃了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，下次你心烦的时候，能不能别插大米，插我。下血本了，带我来这儿吃饭。钱多的没地儿使，怎么说呢？我也是差990万，就是千万富豪级别的人物了。我特别想，当我年迈的时候，回忆起来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么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。再一次慎重的跟你说，我们俩之间就是简简单单的饮食男女的关系，懂了吗？对呀，你说的没错啊，不是任何的关系都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可是无论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要什么。我当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所以我是不会在没有钱的男人身上冒险的。对，你说的对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祝你早日成为鬼喜欢的类型。哎，不过你现在也差不多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无论以后你嫁不嫁给鬼，我作为医生都会替你料理后事的。哎，服务员。叶东，你来一下富贵厅。啊？富贵厅。哎，叶主任，您喝这水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是这样，贾总。我呢作为医生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，所以我平常是不喝酒的。哦，这刘副院长啊，这叶医生明显是不给我面子嘛。我看这接下来的合作，我要再重新考虑考虑。哎，小叶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赶紧的，4罚3杯。我替叶医生喝。哎，好酒量啊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哎呀，我说贾总啊，我们这儿，贾总，贾总，贾总，你看咱们之前合作这个事宜啊，咱之前也谈得七七八八了，接下来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合作？您看看。哎，叶主任，您喝这水好像不太合适吧？是这样，贾总。我呢作为医生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，所以我平常是不喝酒的。哦，这刘副院长啊，这叶医生明显是不给我面子嘛。我看这接下来的合作，我要再重新考虑考虑。哎，小叶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赶紧的，4罚3杯。我替叶医生喝。哎，好酒量啊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！哎呀，我说贾总啊，我们这儿，贾总，贾总，贾总，你看咱们之前合作这个事宜啊，咱之前也谈得七七八八了，接下来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合作？您看看。刘副院长，这你有所不知啊，其实针对这国内的民营医院啊，投资回报期至少要5到8年。你们把你们赚不到钱的科室交给我们，我们来实现管理经营，我们就会帮你在1年半之内实现盈利，3到5年收回成本，这不就是共赢吗？何乐而不为啊？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敬脚了啊！来，副院，我们医院的主旨不是救死扶伤吗？什么时候变成投资回报、盈利这些了？小叶，刘副院长，不要生气，我们是商人，商人呢就会逐利，这逐利呢在适当的时候就会采用一些手段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徐小姐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什么？商人逐利。你看我今天能够成为这么大的老板是非常不容易的，真的。在这大都市里面，人呐都会有寂寞，都会有孤独，我也不例外。你看我，每天就是谈各种生意，一到晚上回到家，孤独寂寞，各种冷，只有我个人才能知道，真的。徐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平时工作忙吗？有空的话咱常聚聚。你特别的有魅力。
贾老板突然这么一说，我还有点受宠若惊呢。真的，我一看到你啊，就让我想起了往昔的岁月。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，有一种桃花叫多道忧伤。哎呀，追我的人呐，排队都排到国外去了，不是有钱就是有闲。哎呀，太忙了，排都排不过来。就你这样，东西南北中发白的风头子，别在这装二五八万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也特爱钱，不过为了钱，我只坑我自己，从来不坑别人。刚刚说的那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像我这种做人没什么底线的人都听不下去了，何况是叶医生。这个徐小姐啊，你这种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太没素质了啊？我没素质啊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的素质啊，只对人不对狗。你对于那些奸商狗来说，我觉得我跟他们说素质这事儿啊，那都浪费我的时间。小叶，你看你这个朋友怎么给贾总说话的？赶紧让他给贾总道歉。不必了，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。这顿饭也到此为止吧。走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换鞋、洗手、关手机，过来把水果吃了。你还有1个小时的练琴时间啊！天才不能输给懒惰。你妈睡着了，你也休息吧。这送给你的。啊？什么呀？我挑了一件最破的。爸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每天晚上回来换衣服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好几次你晚上回来，我在楼下替你站岗呢。那我妈她发现没有？她不知道。我是用福尔摩斯的方式推理出来的。你每天穿的白衬衫出门，又穿的白衬衫进门，1个星期不洗，依然是干干净净，褶子也是倍儿齐。爸，你好厉害啊！看来我下次得在地上蹭蹭，在嘎吱窝下熏熏，不然迟早得被我妈发现。好了，下部的谍战剧我有素材了，睡觉去吧。爸，你对我真好。我是你亲爸，能不好吗？傻鬼。那我妈呢？她为什么对我严厉的跟容嬷嬷一样，对我姐就跟那个观世音菩萨一样？你说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你确实是从你妈肚子里蹦出来的，当然亲生的了。但是我们家的相处模式呢，我和你妈呢是一动一静，你姐和你姐夫呢是一文一武，你妈对你和你姐呢是一松一紧，这就是平衡。那为什么偏偏对我是紧呢？平衡就是用来打破的。
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的样子特别美。其实，人完全没必要给别人看，多累啊！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1/8的贵族血统。哎呀，你笑什么啊？真的。你有。我爸我妈跟我说，我本来就是公主。只不过是自己的水晶鞋不小心弄丢了。他们跟我说，我一定要过回我自己原来的生活。哎呀，我等了好长时间啊，等啊等，怎么幸福还是不来敲我的门啊？那我只能去敲幸福的门了。人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，一步步来？你着什么急呢？自己努力呗。面包、牛奶这些迟早都会有的。等不及了。你说我们俩要是结婚了，再生个孩子，医药费、小孩的学费，我们还要买房子，这些都要钱吧？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。你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呢？叶东，我不喜欢这个世界，我只喜欢你。你们俩就坑我吧啊！害得我又浪费一次跃龙门的机会。我宣布啊，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在这种地方吃饭。以后我成了某某某太太，被人翻出我曾经吃过苍蝇馆子黑屎，那就太不好了。哎，老公，我觉得这火锅太好吃了啊！我现在每个味蕾都是蒜味儿的。哎，你闻闻。还有淡淡的脑花香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怎么了？韭菜。哎呀，老婆你好恶心啊！但是我还是好爱你。起开！我给你们说个正经事儿啊。我知道你们俩挺看不上我的，当然我也看不上你们俩。不过好朋友不就是要一边互相挤的，还一边不离不弃的帮助对方吗？张阳光，你帮我个忙。什么？那。这里面的资料，回去好好帮我分析一下。什么资料？分析什么？打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认真对待啊！我的命运全交在你们俩手上了。我不管你们看不看得惯我，我也不管你们怎么骂我，反正这个忙一定要帮。哎，我说这徐子彤啊，我有时候我真是挺佩服你的。你说你吧，一把年纪，你不渴望恋爱，你也不想谈恋爱，你也不谈恋爱。你就一直孜孜不倦兜售自己的人生，还竟然徒生了一点悲壮感出来啊！反正我是不指望有很多很多的爱了，所以呢，我必须拥有很多很多的 money。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爱过，知道吗？你从来没有投入的爱过别人，你也没被别人玩命的爱过。等你有一天，你发现你这辈子你就都在这人手里了，可是你就是愿意，你就是高兴，你就是觉得幸福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跟你说啊。每一个插座都有适合它的插头，每一个戒指都有适合它的无名指。等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个人，他可以陪你一起吃脑花、吃火锅，一直这么对你好，一心一意爱你的人，就不一样了。说不定那个人就在不远处。哎，老公，张嘴声。就在不远处等你。我是得谢谢你啊，今天替我2肋插刀的。
怎么了？你别告诉我这会儿你想说你爱我。对呀，我爱你。可是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。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谁都别越界，谁都别动心。怎么了你？绷不住了？走得够快的呀！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找到开启你新世界的钱书了吗？快了。那要是我说我爱你，你还真信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跟我说清楚吧！哎呀，不是爸爸妈妈说你啊，千万不要毁了自己，毁了爸爸妈妈的心血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们俩给我介绍啊，介绍一个配得上我的呀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放100个心吧啊！你呀，你不能跟这个小臭在一起啊，你晓得吧？啊！我告诉你。他把所有他觉得可以进攻的这些男人的数据都给我了，让我帮他计算一下，看哪个成功率最高。哎妈，这人已婚，这人喜欢同性，这有20多个情人，这人都80多了。这徐子彤为了跳龙门也真是豁出去了。哎呀，你说他明明是喜欢叶东的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帮他？我要帮也该帮叶东，是不是？我刚认识徐子彤的时候，请他吃了顿麦当劳，他疯了，疯了，乐疯了，一顿吃了3个巨无霸，2包薯条，1个鸡块，1个苹果派。哎呀，这是魔都土著徐子彤第1次吃麦当劳。之前他一直都吃肯德基。他的父母呢是自认为有贵族血统的，他们觉得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啊都是下人吃的，粗俗。那顿饭他应该吃爽了吧？哼，吃吐了，没出麦当劳门呢，就去洗手间抠嗓子眼，吐得干干净净。因为他骨子里也认定自己是贵族的后代，他不应该吃这种东西的。他们贵族都对自己下手那么狠呢？哎呀，所以啊，你说到底怎么是对朋友好呀？啊，是带他吃麦当劳，还是默默地看着他装贵族？我改变不了的，我们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。老公，虽然徐子彤这个人啊，可是他也没伤害过谁，对不对？我们作为朋友，我们可以不能理解，但是我们应该接受，找一个靠谱的龙门给他跳。执念呢？这都是执念。
哎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执念。什么执念？执念就是你嘴上否定了10000遍，心里却无比坚定的那个想法。执念。徐子彤，经我们分析，你嫁入豪门的验证码就2个字。哪2个字啊？国学。国学？为什么呀？请自己看。第1章，操作难度最小的男人。筛掉已婚的、未婚但是情人在3个以上的，不婚的，还有喜欢同性的。第2章，理论上最合适的男人。筛掉18岁以下、58岁以上的，官富2代、门第森严、要求门当户对的，双鱼、双子、天平什么磨磨唧唧的，需要长线作战的。第3章，综合能力最强的男人。筛掉净资产20亿以下的，从事的行业是夕阳产业的，还有啊，身患重大疾病，没等先搞定就走了一步的。程虎，男，52岁，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现任程氏集团董事长。其集团产业涉及旅游、娱乐、休闲、餐饮、金融、地产等各个方面，身家142亿，是一位著名的低调富豪。这是他唯一一次接受媒体的公开采访。人民币呢有4个角，人呢有2只脚，那么2只脚去追4只脚，哎呀是很难的。那如果反过来让4只脚来追2只脚，就变得很容易。所以说想赚钱嘛，就得让钱来认人。有一本经典著作大家应该知道啊，《大学》，哎，说得非常非常好。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啊：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。看得出来啊，您对于传统文学还是颇有研究的，而且还从中啊汲取了很多做人和经商之道。没错，作为一名儒商嘛，我非常喜欢国学经典。当然了，中学时期是辍学了，但是《大学》这本经典著作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我准备计划明年出资，要编写一本研究生。国学，我懂了。结婚了吗？丧偶多年，从未空窗，性格霸道，身体健康。你看，我跟灿烂把你们2人的面相进行了分析比对。梓潼是额高鼻窄，这程虎这是额平鼻厚，但2个人都是韩式平眉，眼下都有卧蚕。在相学上来讲，夫妻相是眉眼相继，鼻全额相反，因为眉眼代表的是3观，鼻全额代表的是自我。如果2个人3观一致，但是又独立自我，自然就能够走得长远。总之，这是一只强大的虎，健康的虎，易守难攻的虎，居家旅行、刷卡提现的必备之虎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希望梓潼晋级用的是脑子，而不是肚子。那人家就愿意用肚子，你自己不行使生育权，你不能拦着不让人家用啊。可是我爱你啊，你也爱我呀，有缺憾的爱，好正常的。哎呀，真太谢谢你们了。放心吧啊，我的这儿和我的这儿都是我最好的资源，我会好好分配它的。
梓潼，你是我跟灿烂的好朋友，所以你提出要求，我们必须得帮你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并不代表我们理解和支持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知道呀，你们不用理解我呀。灿烂说这事儿必须得跟你说。你说。我觉得我们这么帮他也挺对不起你的，我们也没办法了，你自己想办法拦着他吧。这个是我们帮徐梓潼做的《论谁最有钱及嫁给有钱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》，你好好看一下吧。就简单点说，就是徐梓潼准备以工作为契机，以国学为突破口。反正就是他瞄准了一个大龙门，准备现身了，让我们帮他做了这个，那我们也觉得不太好。我拦他，怎么拦？我替你想了一下，有2种可能啊。一个，你看她不是想嫁给有钱人吗？嫁入豪门，那最简单办法就是你把自己变成豪门。不过这个好像我做不到。能一夜暴富的办法也都写进刑法里了。第二个就是，据我跟灿烂分析，你跟梓潼之间已经做过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我就直说哈。那既然已经做了那样的事情，不如你更进一步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把生米煮成熟饭。一旦徐梓潼怀孕了，你想啊，她怎么可能忍心啊带着你的骨肉往火坑里跳呢？是不是？什么乱七八糟！以前是女的想生孩子拴住男的，现在可倒好，全都反了。哎，你觉得这办法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不怎么样。徐梓潼想干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谁说我喜欢他？那你也没说你不喜欢他呀，我们也没看出来你不喜欢他呀。我无所谓喜欢，也没必要讨厌。这样了，要上班了。谁啊？那女的谁啊？叶董，我不喜欢这个世界，我就喜欢你。你让我看一下，我考上了。谁考上了？我也考了，我也考上了。让我看看哪儿呢？原来三国经商行就是这个。他也考上了。谁来他是谁？国际青少年大提琴比赛的总冠军是白一诺小姐。现在，我们有请白一诺小姐发表获奖感言。我8岁的时候，我妈就让我对着浴室的镜子不停地发表获奖感言。只不过那个时候手上拿的是洗发水，而不是这金光闪闪的奖杯。你们知道吗？拉琴不是我的梦想，是我妈的。我就像个拉琴机器一样，一直拉，一直拉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而我妈呢，有2副面孔，对我姐就是百依百顺的叮当猫，对我就是吃小孩的老巫婆。考上了！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一定要请客。白一诺，考上了，太棒了！这么多年的功夫，今晚饭我请了。对。你好，我的手机出问题了，能帮我看一下吗？什么问题？里面没有你的号码。哎，你别不理我呀！我们都认识这么多次了，正式认识一下。你好，白一诺，我叫程天乐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叫程天笑。你好，我叫程天笑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跟我一样，不羁放纵，爱自由。我不想认识你。他说他不想认识你啊！别啊，万一是美好故事的开头呢？嗯，是个开头呢。白一诺，你拉琴拉的真特别好听，我特别喜欢你拉的琴。然后每天晚上我都会伴着你的琴声入眠，特别喜欢。每天晚上脑海里都徘徊着你拉的旋律。哎，棒棒糖不能多吃，这东西吧，色素多，糖分大，吃了容易变胖。我呢比较喜欢长得瘦的女孩子。我爷爷今年103岁。因为吃棒棒糖？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儿。哦，白一诺，其实我今天找你呢是要来跟你道歉的。那天是一个小小的误会，对不起。但俗话说得好啊，不打不相识。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被乐团录取了。哎！3年前呢，我就要跟你俩说说我们家未来50年的财务计划。你们俩当时用各种借口阻止我汇报，要不是今天我想到了一个40岁退休的新计划，估计你们俩还得阻止我汇报，对不对？坐好。40岁退休，那得挣多少钱啊？哎，这个就是下面我要说的。我呢算了一笔账先请看小黑板。这个我们家目前基础消费是20万元啊，吃饭穿衣物业养车10万元，旅游娱乐费用5万元，日用杂费5万元，饲养赵火焰到大学毕业需要40万元。哦，当然啊，这个40万元不包括他的这个什么出国深造啊，什么这些报什么游泳、唱歌、南拳北腿这些兴趣班啊，如果加上这些钱的话，一共需要160万元。哎，那么退休之后呢，我们家的这个消费型活动就应该相应减少，然后这个健身运动呢，就转向了以家庭范围之内的这种体罚式运动，比如说什么擦窗户啦。擦玻璃、擦地板，什么刷碗啊，什么洗衣服这样呢，费用还应该相应减少。那么上面我说的数字乘以70%，每年需要14万元。咱们以活到80岁计算需要560万元。再考虑从现在到退休之后的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就以通货膨胀率为3%计算。经过10年的复利中值系数是560乘以1.3439，等于752.58万元然后再加上上面我说过的160万元呢，40岁退休，总计就是912.58万元，再减去我们现在的存款是215万5千，就等于702.08万元。没错。所以在我们40岁退休之前，我们俩要赚够702.08万元，这个就是我说的40.702.08计划。那我得挣多少啊？哎呀，相公，不用着急，我知道你现在不盈利，我也没指着你盈利，你就只管负责你的理想就行了。挣钱这种俗事儿交给我，反正我有点挣钱的能力，这挨累的事儿不用你跟着一块干。我收集了万总的资料，发现他确实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，唯一的一个爱好就是打牌，和他的几个大学同学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聚会，就是每周6晚上在丽晶会所打一次桥牌。他这个爱好我也有所耳闻，可是打牌也不能算作辞退他的理由啊。我知道，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老婆的弟弟是天威矿产公司的质检员，专门负责质检矿渣，每年经手的矿渣有几10万吨。这些矿渣中有贵公司生产的重要矿物原料尖晶石。虽然万总没有用高价收购这些尖晶石，但是这种行为仍然可以归为滥用职权。不好意思，
娘亲的电话。怎么样，不容易吧？厉害。宝贝儿，6点钟在你楼下的咖啡厅见。哎，不行不行，9点吧，9点之前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都多大了，我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你啊。6点钟见，不见不散。哎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来了也不吱一声。吱，妈，那真美，怎么那么美呀？新买的衣裳啊？你送我的你忘了？来，自个拍来。哎，先毛皮再发朋友圈啊！当然了。哎，闺女，你说这人应不应该追随自己的内心呢？要我说呀，当然是了。那你觉着有些事该做，但又不想去做，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？那得因人而异，因事而异了。妈，别跟我绕了，说吧，啥事儿？跟我爸又吵架了？哎，没有。其实这两口子吧，除了吵架，难道就没有别的表达矛盾的方式吗？当然有了。哎，服务员，麻烦给我一杯黑咖啡，谢谢。哎，吵架还算好的，发泄出去了。那还有那些没发泄出来的，直接憋出内伤。你把我爸怎么着了？这有你爸什么事儿啊？我说，谢谢。我是说，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啊？这是我的事儿。你要生活在国外呢，这的确是你的事儿；但是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里，那就不是你的事儿。说，到底什么时候生？以后。以后是什么时候？娘子，80岁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谢谢你，相公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抓紧时间，赶紧吃。吃完了之后，咱们还要赶紧办那件事儿。吃了我也不生。如果你让我做你的傀儡，我认了，好坏可以无所谓，正是觉得。等我完成我的40.702.08计划之后，40岁你就打算退休？我知道了，你想那个时候生孩子。你这，哎呀，你还不许人说实话了呀？